所以在这里呢，同样反过来，它也不能够去停留太久，否则的话，再次下跌的几率就会增加。波动即将到来，币圈最重要的一周。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当下来讲，比特币这一波熊市还没有走完。怎样去看待呢？周线级别大跌过后，拿流动性进行盘整震荡。上边缘的话是$67,300，下边缘是$58,000。没有正出方向之前是比较难切入的，特别是我们处在震荡区的中间。这口价格的话是在63000，就是相对中间的价格位置。暂时来讲的话，如果要这样的 K 线判断中线交易，没有什么交易的优势。但是从周线级别的话，可以做个解读啊。周线级别是这样一根上去突破不了，收了一根短线的周线假突破，来了一根阴 K。当下来讲，如果要算流动性的话，那大概是在61300左右的位置。在这个区间，除非看到一些新的形态，否则没有进行交易的必要。如果你要做就特别是那些要做短线反弹的人啊。比特币从上周跟大家更新的上行通道那已经走出去了，增加了一个震荡下行的通道。怎样去看呢？日线级别的多头结构，它这个的话已经完全跌破了。那你问我它是不是 RB 吞没的话，我觉得它完全就是一个在这个区间内的无序震荡。从短线角度来讲，比特币如果要走空头的话，应该不会再次突破到66000这一口价格，也是相对来说的高点防守区间。如果按照成交量来讲的话，那天砸下来其实是周五的时候啊，还是相对有成交量的阴 K。如果现在要去参与的话，其实短线多空都不去参与，因为它就处在中间。那假设你有持仓的话，持仓短线多，你要做一个保本；如果你持仓是空的话，那这个防守位置的话就要选好。所以这周的想法的话，就是要有大方向，也要等到那些基本面炒作新闻出来了，才能给予到一个方向。那很多人会好奇，那周末为什么会有一波反弹啊？因为本身跌下去，然后又反弹了嘛。这个其实就跟川普发的新闻有关系啊，他说又和平了。那当然他是 Taco 类型的这样一个人，他说和平未必就是真的和平。讲完了技术指标，我们来看一下宏观面信息啊。其实今天这期影片的主题还是在宏观面新闻上，因为这周可能会有很多大事情会发生。首先，第一个是上礼拜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啊，如大家预期是维持利率不变，联邦资金区间是维持3.5到3.75百分比，也比较符合市场的预期啊。但是鹰派的意义的话是超乎预期的，原本大家预期可能只有2名委员会认为在7月份就应该升息，但实际上已经有3名了。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川普近期新增的关税政策以及伊朗冲突维持了高能源的一个成本，也让市场就会认为9月份的升息预期是比之前来的更高，所以它目前的话是在 62.7%。另外这段时间很容易影响到现在市场上无论是股票、加密货币还是石油，很重要一个涨跌原因就是美国的中东冲突，它到底是更严重呢，还是要准备和谈？你大概也许会对冲突这个事情感到一个烦闷啊，那总是动不动会有升温，或者是动不动和谈。原本签署的协议呢，好像又马上打破。正是因为如此，在过去几个礼拜可以看到中东这个冲突升温或者是降温，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免疫了。因为币圈的走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我们也已经不再把中东冲突的相关头条当做你对未来股市或者是币圈走势的一个有意义影响的理由，并不是说我们认为战争不打了就会对市场就是不会有好的影响，而是今天他告诉我们不打，但是也不是真的不会打。关于战争的头条不应该成为你在这段时间去调整中长期资产配置的大的讯号。那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是讯号呢？以币圈来说，就是清晰法案。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各家机构，从富达投资到美国警察兄弟会，以及是最大的风投公司 A16Z， 都已经开始敦促参议院尽快把它通过。白宫呢，川普也已经同意加密货币就是道德条款，就是法案条款。那这礼拜我们能够看到，清晰法案能否通过的概率的话是在 30% 啊，也就是2026年年底。那这个法案目前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周真的是一个非死即生的礼拜嘛，所以我们要聊一下整体的一个概况。首先就是两党当中对于就是清晰法案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见吗？其实不是的，好像很多人认为川普的共和党员就很希望清晰法案能够通过，那他的对立面民主党员就完全不希望他通过。不是这样，美国国会分成2院，一个是参议院，一个是众议院。在众议院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294对193的票数，这样。而在此之中，有超过70位民主党员都是投票同意的。那同时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也是以15-9，26年5月14日通过这个提案，那让他送到参议院去全院表决的一个阶段。那目前就卡在这里啊，参议院如果要通过全院表决，这个全院表决必须要有60票的门槛才能够通过。通过之后呢，还要进行一次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协商，最后才能丢到川普面前去签字。可是，在8月7号之后呢，参议院就要进入休会期。
进入休会期的时候呢，你就不可能再去讨论任何东西通不通过了，因为没有人在工作岗位上。进入到9月之后呢，就算他们愿意，但是他们也要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审核，他们要去审核年度的预算法案，而预算法案显然是基本上比所有的法案都要排的顺位更高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也清楚，在川普任期的一个期间，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预算法案没有审过，导致白宫停摆。那这种情况的话，也是比较多见的。如果参议院错过了在8月初这样一个休会期的最终窗口，并非就代表着这个法案不会通过，而是它会被推到9月份的议程。但是9月份的议程呢，有所谓的预算法案。那接下来11月的中期选举，那这个时候呢，再去表决我们的清晰法案，可能时间上来说就是会更少，机会也是比较渺茫。当然我们不是说它不会通过，只是要推迟很久。再是我们的微策略，微策略在26年的 Q2 财报电话会议上就宣称他说最多可能会出售50亿美元的比特币。那这个上限的话是最初计划所述，可能出售的额度约 12.5 亿的4倍啊。当然他最后也补了一句，他说50亿美元呢并非就是上限，而非已确认要卖出的金，就是他还没有定义到底要卖多少比特币，但是呢已经确定的事情就是会卖，实际出售的规模将取决于就是市场状况与公司现金的一个需求。链上这一边 BSC 链可谓最近风生水起，那当然摆脱不了 CZ 的大力支持啊。那他其实在原文当中就已经就是有一条帖子他说我支持所有的秘密币，可能在最近接下来的几周甚至会买入或者卖出一些测试新的东西，愿最好的秘密获胜。那当然这个就会对 BSC 链整一个生态的秘密会有一个大力扶持啊。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现在的榜一其实也不能称之为榜一，就相对来说热度最高的是币友，合币东奔西走必然全部都有，这个也是来自于 CZ 还有合一发的一个推文啊。必然这一次对 Mimi 的支持，包括 Mascoin 上升 offer， 以及是后续 CZ 和一姐的各种言论，其实都在给必然的美股系统去打广告。包括 CZ 在今天下午突然发一条推文，合币东奔西走必然全部都有。这条推文最早的原创并不是 CZ， 而是一姐。一姐在他最近的多条推文当中都已经提到过这句话，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必然正在成为一个 Super APP。如果你想交易加密资产，或者是想交易股票，都可以在必然 APP 里面找到你的需求。那么同名代币币友的话，就在今天会引来一波暴力的拉升。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币友的话，它其实有两个，一个是777结尾，一个是4444结尾。4444的话是 For 平台啊，那777的话是 Flap 蝴蝶平台发的。那为什么大家会更认可蝴蝶发出来的币呢？是第一 ，Mascoin 的话就是蝴蝶发的。第二，是因为蝴蝶这次主打的机制就是将 Mimi Coin 和代币化股票去组流动性池。那这个机制的话，就会非常精准币安的一个当前宣传美股代币化的需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BSC 链这2天的 Mimi 代币都是围绕这个概念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加持大家可以近期关注一下 Mimi 的行情。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20%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20%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30%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Get.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20%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还有一件事，我们认为金钱是一种流动性的能量，当你将财富给予需要的地方，它将化成成千上百的善意回到你身边。所以我们在 QQ 开设了公益群，如果你有任何公益行为，请在进群后无私分享出来，通过我们频道来给你传播，让更多人加入。感谢大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